在湖南的一座深山之中，无人机意外发现一栋房屋藏于山谷，循着山路探寻而去。周遭林海葱郁，这里远离尘嚣，仿若被时光守护的隐士之地，满是世外桃源的静谧与悠远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湖南的一个大山里。大家先来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啊，一山比一山高，四周都是山。据说啊，在这个大山里啊，有一个古村落，只是呢，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古村落里啊是否还有人居住。所以呢，我们打算沿着我脚下这条碎石公路一直往山里走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从我们脚下这条盘山公路的状态来看呢，上面明显是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。我想啊，里面应该是会还有人居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碰碰运气，看看可不可以遇到人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山谷的入口处，我们发现在这个入口处啊，有当地的村民在这里种植了一些蔬菜，然后旁边的农田呢，完全是废弃了，没有人耕种了，只种了一些蔬菜。我们现在走着这条路，开车勉强可以过去。你们看我的右手边这里有一个用木头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小棚子，只不过呢，从现在这个状态上来看呢，这个小棚子已经是废弃了，显得非常的破败不堪。以前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房屋地基，但是完全废弃了。这里看上去以前应该是有人居住过。你们看我的正前方，这里还堆放了很多木材，应该是当地村民啊爬到山里面去砍树，堆放在这里的。眼前的这座山海拔大概只有200-300米高，不是特别高。这边的农田呢，都是以前这个村里面的村民耕种的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这里面的村民都搬到外面去了，这里的田地呢就完全荒废了。现在我们看到镜头前还有当地的村民在这里种植了一些蔬菜。而且啊，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到处都布满了这样的电线杆，上面还有电线，说明啊，这个山里面啊，应该还是会有人居住的。我们走到这里啊，闻到了好大一股的桂花香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桂花树。这个也是当地村民种植的，这些桂花树还在开花，非常的清新，这个桂花的香味。好清新的好香，到9月份了，这些桂花还在盛开，说明这个桂花的品种还是很不错。你看那是什么？那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有一个黑色的，看没有？它往上爬。哪里啊？那上面。我没看到哎，难道是蛇吗？不是蛇，它是一个类似于老鼠的，但是比老鼠大的一种生物。哦，那难道是穿山甲吗？不是的，好小的。或者是蜥蜴？它是那种有绒毛，黑色的绒毛，不过它比老鼠要稍微大一点。黄鼠狼？我没看到。我们走到这里面啊，
这里是非常的安静，只能听到鸟叫虫鸣声，而且呢，在我左手边呢，还有潺潺的溪水声，这种声音啊，听起来非常的动听，让我们的心情啊，非常的愉快。这山上的植被也是非常的茂盛。这是一座石头山，这些树木啊，都是长在这种石头缝里面，它们的生命力啊，非常的顽强。山上啊，就是飞檐走兽非常的多，就像我刚刚听到的那个悉悉嗦嗦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生物。你看，一路望过去，都是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。这条路还算比较宽，车子还是可以通行。所以说，这里面住几十户人家也是正常，只是说现在没有人再愿意留守在这个村落里面了，因为这里的信号啊不是特别好，我们手机在这里啊没有信号。今天的天气啊，是阴天，还比较适合登山。是的，徒步。你们看，镜头面前就出现了5、6栋房屋。你看，这条小溪流里面，我发现了好多小鱼嘞。慢一点，下来看一下啊，里面有很多小鱼在这里欢快的游来游去。这里山泉水的声音啊，特别的响亮，潺潺的流水声。这个小溪水里面的水呀，很清澈。我们刚刚在入口处啊飞无人机，偶然间发现这座山里面呢，还有一栋房屋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不知道那里面是否还有人居住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大家看到我面前的这一块空地，看似非常多的杂草，但是啊，在10几年以前呢，我相信这里应该是一大片的田地。以前的当地人呐，应该是这里种菜或者是耕作都在这里。而且呢，可以看到这里全都是设立了这样子的电线杆，一直拉着电线往山谷里走。我猜想啊，在这个山谷里啊，应该还是会有人居住的。这里堆放了这么多的水泥砖，不知道是有什么作用。这里还有一个用这种石头搭建成了一个圆拱形的小桥，可以通往镜头面前的那一面。我相信啊，那里应该还是会有人居住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在时代久了，杂草丛生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以前这个地方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去，或许里面以前曾经有房子在里面。你看这里堆放了很多这样子的大块大块的这样子的石头，累积成的围墙。用石头累积的地基，以前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当地人的屋场地基。
不过现在完全看不到往日的生机，一大片的农田就这样荒废了。这里面特别的安静，只能听到鸟叫的声音、虫鸣的声音。如果这里面一直像20年前一样有很多人居住的话，我想这一条路的话，可能当地政府早就会给他们打上水泥路面，便于他们通车。因为电线一直给他们架到深山里面来，路面也可以给他们铺设好，但是现在因为里面几乎没有人住了，所以呢，当地政府呢也没有再去铺设水泥路面。我猜想啊，这里面的人之所以会搬出去，有可能呢是因为啊这里的网络信号非常的差，很无聊，所以他们才会搬出去。这里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啊非常的安静，你们可以听到这里有非常多的潺潺的流水声，可以听到鸟叫虫鸣声，是个非常适合修身养性的一个好地方。只不过啊，住久了的话会很无聊的。这个电线呢，一直往深山里面一直拉，可以看到啊，国家的电网啊，非常的发达。你看这里有一根用竹竿支撑的电线，防止它掉落下来。走到这个深山里面啊，这个风一吹啊，旁边的这个桂花香啊，扑鼻而来。它这种桂花真的是大面积的种植，这些树就是桃树，是吧？还是茶籽树，人工种植的茶籽树，全部都是光秃秃的，已经收成了。越是往这深山里面走啊，这里面就越是安静。看这里面也没有种植其他的农作物，就是种植了一些桂花树，以及这样的茶籽树，再没有看到其他的农作物了。你看这些树啊，都是在石缝里面生存，非常的顽强。这里还看到了一些罗汉松，也是人工种植培育的。像这种罗汉松，有钱人家的别墅里啊，或者是酒店里啊，它都会移栽这种罗汉松。这种罗汉松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，四季常青，给新家或者是给酒店或者是给一些建筑啊带来生机。你们放在看，家里呢，非常的别致。我们走到这里啊，发现这里有个岔路口，这一条路呢可以一直通往山谷里。对，这个电线呢，从这个位置呢就往这里转弯。那么我们决定啊，往这条路进去看一下。我相信这里面肯定会有房屋。
在中国有电线的地方啊，基本上是会有人居住，基本上可以断定里面有人居住，有房子存在，甚至是一个村落的存在。我们现在所行走的这条路啊，这个地面上啊，都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。我想啊，这里面应该是有人居住的。这一大片全都是这样子的罗汉松。这棵树好像是被人砍下来的。是的，大面积种植的这种罗汉松。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上啊，都是石头山，走在这个边上还是有风险，防止山体滑坡，有石头掉落下来。你看这个树啊，都是连根拔起，完全倒塌了。我发现啊，我们一路走上来，这里的野花开满了路旁。像这种紫色的小雏菊，它就是8、9月份生长的，非常的鲜艳。我们能经常看到有一些野果子啊，奇花异草。这个电线呢、它是铺放在地上的。是的，我们刚刚过来有电线杆架起的电线，但是走到这里没看到，原来它的电线呢是把它埋在地上，一直布到前面去。我觉得它把它铺放在地上，应该是有原因的。第一呢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为了节省成本，因为设立电线杆还是需要财金钱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地方位于山谷啊，有可能风非常的大，可能会把这个电线杆呐、上面的电线呐、给吹断或者是损坏。我觉得它把它放在地上，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。你看这电线完全是裸露在路边了。一直到我们面前的这根电线杆，这个电线又重新的架在这个电线杆上了。是的，这个电线杆看上去都快倒塌的样子，有点倾斜了。以前这个地方啊，都是一块农田呐。野花开满山野。这条路啊，从这样子的痕迹来看的话，我猜想啊，应该是会有很多人走。不知道我们前往的那栋房屋里啊，是否还有主人居住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并不是很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接着往前走。我们现在算是一直往这山谷里面行走了。我们走了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。你看，这叶子上还有这种紫色的小花。这种紫色的花非常特别，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野外的奇花异草啊，随处可见。这里呢，还堆放了很多这样子的雪糕桶。这里还把它特意用这种竹竿把它围起来了。以前啊，这里应该是个菜地。是的，说明这里面
曾经有人生活的痕迹啊。这块地曾经是被开垦过，只不过呢，现在看样子都已经废弃了。这里的竹子也是非常的茂盛。走在这个山谷里面啊，即使呢天气虽然已经凉下来了，但是呢蚊虫还是非常的多。这个地方看上去以前是一个池塘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完全干涸了。以前在这个地方养点鱼啊，养点鸭子啊、鹅呀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。快看前面，周边全部是杂草丛生了。我们找到房子了。哦，我们无人机捕捉到的那栋深山里的房屋，就是这一栋，是吧？这里堆放了很多这样子的蜂箱，应该是这里的主人啊用来养蜜蜂的。这里也堆放了很多。这个房屋啊，看样子啊，应该是已经废弃了诶，上面的玻璃都碎了。房屋紧锁，说明这里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。这里用红砖搭成了一个小棚子，这里应该以前是个养猪场。我看一下啊，整个这栋房屋的外观上来看啊，这栋房屋修建呢也没多长时间，大概20年吧，还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好。你看上面，它这个地方啊，信号不是很好，但是它上面还搭建了一个卫星接收器，可以用来看电视的，接收电视节目。所以在深山里面啊，总有一些娱乐方式，不然完全与外界隔绝了。它这里面有电，水呢，估计是用这边的山泉水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家房屋的主人呢，也还是搬离了这里。我们到这边去看一下。你看，它这个围墙里面堆放了一些破碎的瓦片，里面呢南瓜藤啊都生长到家里来了。它这栋房子从这个位置上看，完全是依山而建的，后面是背靠着大山。这栋房子的主人呐，以前应该是搞养殖业的。里面还放了一些饲料，是吧？是的。以前这个地方也是养猪的一个场所。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厨房，上面灶上还有一些蜂箱。好了，这边用锁锁起来了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它这里是用红砖修建的一个养猪场，但是也是废弃了。我们看一下它周边的环境。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往山上走。我们到这个位置看一下。哦，这后面还有一个用这种红砖搭成了一个。上面有蜂箱，
它这个应该是大面积养殖的蜜蜂，你看那有好多蜜蜂在上面采蜜，我们就不上去了，防止这个蜜蜂啊等一下过来袭击我们了。你看它房前屋后啊都放满了这种蜂箱，完全是依山而建的一个房屋，方圆几里路啊都没有房屋，就他们这一栋房子在这里，真正深山里的独户人家。只是非常的遗憾，我们今天没有碰到房屋的主人，不然可以跟他交流一下，了解一下他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些习俗。我猜想啊，他之所以搬走啊，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信号非常的差，而且呢，这里的水资源呢也并不是特别的丰富，所以呢，我猜想他之所以会搬走，肯定是他的原因的。他虽然是搬走了，但是他这个房子啊，还是继续会留下来养这些蜜蜂之类的，因为我们看它的蜂箱啊，还是比较新的，而且呢，蜜蜂还比较多。通过我们所行走的这条道路来看，都有明显的车轮碾压过的痕迹，很明显是有人经常来这里行走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呀，他可能经常来到这里去打理他的蜂箱，继续进行他的养殖蜜蜂的产业。看一下周边的环境，它整个这里的房屋场地啊，还是非常的开阔。你看它的房子前面面积还是比较大，前面那里呢都可以开垦地来种植一些蔬菜呀。在它门前这里都还有一条路，羊肠小道可以通到山谷那边去。我估计在几十年前呐，那里面都还有人居住过。它门前这里是一棵柿子树，只是完全没有人打理，这些柿子呢也就腐烂在树上了，没有人摘。还有甚至是绿色的青的柿子，没成熟的柿子。这只蜻蜓啊，立在我们的登山杖上。你看，这是一只黄蜻蜓哎。我们沿着山谷里的这条路一直往山里面探寻，终于啊，我们找到了我身后这栋房屋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它如今已经废弃在这里了。但是我们通过它周围的环境来看，这栋房屋应该是没有废弃多久，而且呢，我相信这栋房屋的主人呢，应该会经常回来打理它的蜂箱，因为它的蜂箱啊，有很多都是崭新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山羊跑出来了，它怎么跑出来了呢？它要吃草呗。它要吃草，那里面的草它没吃了。再跑到公路上就不好了。你手机在这里有信号吗？手机在这里完全没信号。有信号啊。有啊，你是联通的还是什么？电信的。电信的呀。我手机联通的，我们刚刚在那里面完全没信号。哦。哎，以前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村落呀？好几户人家住吗？有多少人家住？从这里进去有上百个人。上百个人了，那就是有40-50户人家了。40-50户也没有，应该30多户还是会有。哦，以前这里的农田都应该是村里面那个里面的人的吧？啊，对。但是我看到这里面的田地啊，基本上是荒废了，他们都搬出去了吗？都搬出去了。里面那个村落废弃了有多长时间呢？这个有最少的10多年了。至少10多年啊！你以前是住那里面的吗？对啊。哦，现在也搬出来了，住在外面去了。以前是住在那个桥下面，后来房子拆迁了。哦。住在桥下面。现在又只能住回老家了。哦，又住到老家。啊。也就是那里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了。那里我们
看到那个房子啊，那几户有3、4栋房子吧？对对对。是你的房屋，你现在又住到里面去了。然后现在专职在这里面养羊了。对，养羊啊，养蜜蜂啊。哦，你还养了一些蜜蜂。啊。养一些蜜蜂，养一些羊，种了一些菜吗？那个种了。菜种的不多，只够自己吃的。哦，家里养一些鸡鸭呀。没有养。都没养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鸡呀，它到处拉屎。这里面的农田我看到好像基本上没有了，荒废了。对。这边的那个水源充足吗？以前这边全都是稻谷种的吗？种的稻谷吗？以前啊，全都是种的稻谷。嗯。现在干旱了，每年都干旱。哦，最近这边比较干旱。啊。雨水不充足。是啊。嗯。每年降水越来越少了。哦。这里面网络的话，你家里有网络吗？安装呢？牵了那个网线了呢。哦，牵了网线。啊。这些羊好养吗？羊啊。嗯。它最主要它就是经常生病呢，也不好养。羊也经常会生病吧？对呀。还是要有一门的专职的技术，你养这些东西也要有技术的，对吧？嗯。这里面好，谢谢你啊。嗯。